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翔。当时 Sony 发表 XZ2 系列的时候，特别展示双镜头的技术应用，而这款手机也被大家猜想是 XZ Premium 的后继机种。而现在 Sony 无预警对外发表这款新机，并叫做 XZ2 Premium， 主打更顶尖的画质表现以及高感光度的摄像能力。那么这款新机跟上一代在外形规格上还有哪一些差异呢？赶紧进入主题吧。两代间在外形上的差异相当大 ，XZ2 Premium 也随着 XZ2 系列采用上全新的 Ambient Flow 设计语言，借由边缘到中央逐渐变厚的机背弧度，让机身更能够服贴于手掌心，整体握感也会更加扎实。另外，透过这样的玻璃弧度，也能够表现出水的表面张力感以及光泽感。至于 XZ Premium 则是采用 Loop Surface， 主要强调手机顶部以及底部呈现出一个环面的形状，而背面相较之下也非常平坦。那么从正面看过去，就可以发现到 XZ2 Premium 的4个边角，相较于上一代还要圆润一些，不过还是保有 Sony 较为四方的设计。整体来说比较偏向 Xperia X 那样。至于其他部分的差异 ，XZ2 Premium 在上下边框比起上一代缩窄了一些，但以目前追求高萤幕占比的手机来看，还是显得厚了一点。至于 logo、前镜头、感应器的位置以及底部喇叭的设计也都非常的不同。接着转到手机背面，两代间的差异又更明显了。XZ2 Premium 搭载了双镜头，也是首款具备这项配置的 Xperia 手机。XZ Premium 则是单镜头设计，而在位置上的摆设 ，XZ2 Premium 也延续 XZ2 的方式，将主镜头、感应器以及指纹辨识放在机背的中线。至于上一代则是集中在左上角，指纹辨识器则结合侧边的电源键。而 XZ2 Premium 的指纹好处是只需要清出辨识区域，萤幕就会自动亮醒解锁，比起上一代的按压辨识更快速。但缺点就在指纹辨识的位置，老实说真的需要改善，实际操作上非常容易触碰到镜头。那么其他主要的设计资讯，你可以发现 XZ2 Premium 的整体尺寸比起上一代要来得大一些，另外最后的厚度以及重量上也都多出许多。相较之下 ，XZ Premium 较轻较好掌握。但实际上，两者在宽度以及重量上都是偏多的。而在材质上，虽然两者都采用双面玻璃设计，但在弧度上则有差异。另外 ，XZ2 Premium 的边框皆采用铝合金来打造，前一代则只有上下边框为铝合金。那么共同点也就是两者都达到 IP65、IP68 防尘防水系数，相较于目前多数的手机只有 IP68。这两款手机还可以防止低压水柱的冲击。再来看到感应器，两者除了指纹辨识的位置不一样之外，其余方面则没有太大的差异。而机身的颜色上，两者都延续了全融合概念，无论正面、背面或者是桌布主题，都拥有相同的色调。至于颜色样式 ，XZ2 Premium 则只有2种，像是净黑以及净银 ；XZ Premium 则多达4种，包含净黑、净银、净粉以及限量色净红。说到显示方面 ，XZ2 Premium 并没有跟随 XZ2 的脚步，采用上18:9的长比例设计，无论是萤幕长宽比还是解析度，与上一代同样都为16:9的4K 解析度萤幕。不过萤幕尺寸则增加到 5.8 寸，萤幕占比也提升了一些。至于细致度方面，虽然前一代更加精细，但这部分完全不用太过在意，因为实际上两者难以分辨。而较明显的差异，除了多了夜间模式以及抬起唤醒之外，在亮度以及色彩的表现能力也有进步。XZ2 Premium 相较于上一代，亮度提升大约 30%， 预计最大亮度可以达到650尼特，相对在户外的环境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另外，虽然两者的萤幕都具备 HDR 高动态范围显示能力，能表现出更多的色彩以及明暗处更加平均，但前提是得配合上相对应的 HDR 格式影片。不过 XZ2 Premium 还采用上进阶的 X Reality， 当两者播放一般动态范围的影片时， XZ2 Premium 可以透过这项技术模拟出 HDR 的效果，相较之下可以带来更丰富的色彩以及更好的动态范围。接着看到主相机 ，XZ2 Premium 是 Xperia 手机中首款搭载双颗镜头的手机，不过不像是 iPhone X 采用的广角搭配长焦镜头方案，比较像是华为的彩色搭配黑白镜头。而这次在彩色镜头方面，大致上与 XZ Premium 差不多，在画素上、拍摄范围以及感光元件都相同。不一样的是，光圈提升到 1.8， 而这颗镜头主要是负责色彩还原。另外也多出一颗黑白镜头，具备1200万画素，同样大小的感光元件尺寸，但单像素则较大，来到 1.55 微米。
而这颗黑白镜头的应用主要是负责捕捉更多的物体细节，因为少了彩色滤镜，相较于彩色镜头可以吸收更多的光亮。不过这两颗镜头对于画质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比方说当你按下快门时，这时候两颗镜头都会同步进行拍摄，再借由影像叠图的方式将两张照片的优点整合在一起，来获得一张细节更多、立体感更佳的彩色照片。因为这次 Sony 除了将原有的演算法重新设计，也终于首度加入自家的 Obi 独立影像处理器，主要是负责两颗镜头成像上的合成作业。而有了这些新技术的加入，在成像上预计会有大幅度的进步，尤其在夜景的表现以及照片的解析力，相较于上一代都会更加明亮干净，细节上也会更加杰出。另外，借由这样的技术，也让 XZ2 Premium 的最高感光度达到51200，在低光源的环境下，相较于上一代的成像可以更加清楚。至于其他技术，像是对焦上一样采用混合式，比方说较为准确的对比对焦，以及讲求对焦速度的 PDF 相位对焦，还有对于捕捉动态物体相当方便的追焦，以及增加低光源对焦速度的雷射对焦。另外也一样保留 RGBC 红外线感应器，对于拍摄的白平衡都会更加准确。那么在应用方面，一样延续全画素追焦连拍、预先拍摄效果，以及 3D 即时扫描、0.5 秒快起快拍等等。而这次主要是在手动模式下能够制定更高的 ISO 值。另外，透过黑白镜头还可以拍摄层次更鲜明、更纯粹的黑白照片。另外，可以透过两颗镜头的拍摄差异，进而后置演算出前景深效果。虽然之前 Xperia 也有一款散景效果的 App， 但整体就不比双镜头拍摄来得自然。不过散景以及单色的功能，预计在第3季才会透过更新来获得。那么录影方面最大的差异，也就是 XZ2 Premium 可以录制 4K HDR 格式的影片，相较于一般动态范围的影片，色彩的层次过渡都会更加平滑，所以能够为影片带来更丰富的色彩，也能减少明暗处的差异。另外一项升级则是在慢动作，虽然两者都可以录制960 FPS， 但 XZ2 Premium 的解析度则来到 Full HD， 能够表现出更多的细节。但拍摄的秒数也从 0.2 秒减少到 0.1 秒，而透过30影格来输出，本来可以观看6秒，也减少至3秒。不过好在可以在一段影片中选择单次或是多次录影，而其他方面的差异也是因为采用双镜头技术，让录影最高的感光度达到12800，另外也可以拍摄黑白效果的影片。再说到前相机，两台间在画素、光圈以及采用的感光元件都相同，拍摄范围也都相当的广，大约为90度的广角。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在感光度的部分 ，XZ2 Premium 相较于上一代要来的少，也因此不晓得是否有重新设计过镜头模组。至于是否具备自动对焦，这部分需要等待确认。而在应用上 ，XZ2 Premium 则加入萤幕补光的功能，在暗光处自拍的时候，成像上都会更加明亮。至于 3D 自拍扫描，上一代也可以透过更新来获得，因此这部分就不算升级。至于音讯上的变化，虽然两者都采用正面双喇叭配置，但 XZ2 Premium 的喇叭则加强了低音以及高音，外放音质以及音量相较于前一代都会更好。因为这次还加入智慧震动技术，但在观看影片或玩游戏的时候，手机会自动分析声音资料，并给予震动回馈，主要是用来增加触觉的感受，而强度以及开关都可以自行调整。而这次最可惜的是，移除掉 3.5 毫米耳机孔，必须使用 Type-C 转接线才可以连接 3.5 毫米规范的耳机。虽然还是可以收听到高解析音讯，但降噪的功能就无法启用。想开启这项功能，就得使用相对应的 Type-C 耳机或是蓝牙耳机。最后看到硬体 ，XZ2 Premium 搭载高通2018年的旗舰处理器 S845， 而 XZ Premium 则是去年的 S835。整体效能 S845 相较于 S835 提升 25%， 耗能上则减少 25%，GPU 效能更是增加 30%。不过以两者来说，平常使用绝对都很顺畅。而对于效能较为要求的 3D 大型游戏，无论是特效、高帧率、画质开到最高，画面的流畅度以及画质的表现都相当杰出。但如果你相当追求效能，那么两者间就选择 XZ2 Premium。接着看到其他硬体 ，XZ2 Premium 采用上更高的 6GB 记忆体，储存空间则维持在 64GB， 相较于目前多数旗舰的高配版都拥有 128GB， 这点就比较可惜了一些。而在电池方面，电量相较于上一代增加310毫安时，以及处理器采用上更省电的制程，但萤幕方面则大了一点，所以预计续航方面会好一些，但差异并不会太大。而两者以一般使用来说，预计都能撑上1天。
最大的不同则是 XZ2 Premium 还支援无线充电技术，配合上自家的充电座，1小时可以充 50% 的电量，但这部分需要额外购买。至于连结方面，两者从规格表来看没有差异，而以目前来说都相当的顶尖，包含支援相当快速的无线网络速度，以及连线范围更广、更稳定的蓝牙技术。因为具备高传输效率的 LDAC， 可为相对应的蓝牙装置带来更好的音质表现。另外也一样拥有 NFC 技术，可用于 Google Pay 等行动支付。而通讯上的升级则比较明显 ，XZ2 Premium 支援 4G 加 4G 双卡双待，对于有双卡需求的朋友会是更好的选择。至于 4G 网络速度也有提升，也支援到5G 载波聚合，不过这部分依旧得配合电信业者的发展程度。而以台湾目前的 4G 网络环境来说，两者都已经非常足够了。目前 XZ2 Premium 预计在今年暑假上市，建议售价方面则需要等待更新，但从 XZ2 的定价来推测，个人预计 XZ2 Premium 可能会超过27,900元。大家觉得售价多少会比较合理呢？那么最后到底该不该升级？当然，如果你很重视相机表现，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升级。毕竟是 Xperia 手机中首款具备双镜头技术以及独家影像处理器，在画质成像上预计会进步许多。如果是效能以及萤幕上的因素，那么升级的必要性，我认为就不是很大。而除了以上的条件，也可以从外形、耳机孔、双卡双待等需求来挑选。而最后有关于资讯上的更正，都会在影片说明处进行更新。那么以上的资讯就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最后要问你们，看完影片介绍后，你会选择哪一款手机呢？赶紧在右上方投个票吧！还有别忘了在影片底下分享你选择的原因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在底下按个喜欢并分享。想要持续追踪的话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按下提醒铃声，才能随时收到通知哦。另外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